先我要说，这应该算是大家都能够做出来的一道菜，而经过我的解说，或许你也可以做出很好吃的一道菜。老实说，不过就是生的九孔切一切嘛，有什么困难的呢？从最开始，你要去买新鲜的九孔。为什么要买新鲜的九孔呢？因为如果你用新鲜的牡丹虾，是做不出九孔生鱼片的。把九孔用刷子彻底的刷洗干净。为什么要刷洗干净呢？如果你喜欢跟带着土味又黏黏滑滑的石头拉鸡的话，我是没有意见。然后你要准备一把小刀来分离外壳。如果你没有小刀，可以用奶油刀；如果你没有奶油刀，可以用汤匙；如果你没有汤匙，我建议你可以连壳一起吃。要从九孔的口部入刀，也就是有2根须须的那边。如果你还不太确定，可以 Google 或是问一下九孔本人。基本上你只要把中间连着壳的肉贴着壳切断就可以了。如果不确定有没有切断，就切更深一点。小心的从口部下刀，比较不会切到内脏。九孔的内脏可以当做酱料或是煎来吃。重点是弄破内脏看起来比较恶烂。沾满内脏汁液的手会坏了你做菜的美好心情，而且完整的取下九孔会激发你不知从哪来的自信心。现在我们要取下九孔的内脏，这个深色的部位常会有人叫它肝脏，其实它是九孔的生殖腺，有的是深色，公的是白色，我个人是蛮喜欢吃的。接下来要切除口器，话说一定要切掉吗？我也不确定，但我很确定的是，九孔应该没有手可以刷牙。再切一颗给你看啊！内脏好像已经分离了，就一刀从口器切下去吧。现在留下就是白白的九孔肉了。不要问我九孔的脑长在哪里，我连别人的脑长在哪里都不太清楚了。把九孔用冷开水清洗干净，看起来是不是像玉石一样散发着纯洁的气息呢？把砧板洗干净或擦干，再把白白的九孔放回来。用手拍2下看死透了没？如果没有，那代表你买的九孔真的很新鲜，下次记得再去那家买哦。好啦，我只是想把肉压平一点，然后在九孔上画出浅浅的刀痕。直的画完画横的，这些格状的刀纹会让九孔紧缩肉放松一点，口感才不会太硬。再确认一下它会不会跑，确定不会了，就把它做成好吃的东西吧。老实说，这九孔实在蛮小的，而切出格纹真的有点麻烦。对了，话说鲍鱼也是一样的处理方式，如果你预算够的话，就用鲍鱼吧。在台湾，可能活的鲍鱼比九孔容易买到。画完格后，把九孔切片，诀窍是平的那面要朝下，才不会滚来滚去，不然白色的九孔会被你的血染成红色的。话说用九孔做血肠，吃起来会不会很像乌贼血肠呢？下次可以来试试。切片完成了就可以吃了，但我们那么给 up 的、那么讲究的人，怎么可以这样随便呢？当然要拿出好看的盘子。
人家说盘子好看先加50分，再加上这个茴香叶，就又加了10分。9孔还没放上去，你就进及格了。把刚刚取下的壳洗干净后，就可以作为盘饰。先把边角肉放入壳中，虽然味道一样，但总要有人在下面撑着，让场面更好看一点，不是吗？你看，这样放上去是不是有种肉要满出来的感觉？最后再放上汉金莲叶点缀一下，看起来整个就很高级，对吧？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优雅中带点粗犷的风格，就来试试看比较不工整的摆盘吧。大家可能不知道9孔是吃海藻和海草长大的，所以我想呈现一个9孔生长环境的意象出来。而9孔沾染淡淡的茴香味，让嗅觉体验上更有层次。海洋的口感和鲜明的海洋风味，是和熟9孔完全不同的体验。只要沾上少许酱油或海盐，就可以体会到它纯净的美味。你说，口气突然变认真了。对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按赞哦。然后记得帮我按下面的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讯息。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讨论你喜欢怎么样的影片哦。